在台湾吃饭12天，把我这个大陆老头儿给教育了。大家好，我是德元老头儿。没想到啊，我来台湾12天，也没和人说啥，仅仅是吃了12天饭，就把我给教育了。有人可能想了，你这个老头儿真能嘚瑟，吃个饭也能整出事儿来。这个大家还别笑话我老土，没出过门，没见过世面。其实是你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们的认知、你们的思维模式、你们的素质已经融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了，所以呢，见怪不怪了。但是对我来说就不同了，我是第一次去台湾，我活了60年，这样的场景呢，我还真是没见过啊。我先给大家说说我这12天吃饭的情况。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自然也去不起高档的大酒店，也去不起呢高端上档次的饭店。当然啊，这样的场所呢，也不能代表普通大众的民生，所以我去吃饭的环境一般都是小吃部、小餐馆、早市、夜市这样的环境。恰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看到了我一生都没见过的情景。在我以前的生活环境里吧，大家吃完饭呢，基本上都是或者也可以说100%都是付完钱就走人，所以大家觉得这很正常。走后呢，脏乱的碗筷、杯具，基本都是由餐厅的服务员收拾，从来就没人会考虑一下下一位来吃饭的人的感受。但是在台湾的小餐馆、早点铺，我却看到了几乎是所有吃饭的人都会主动的把自己产生的垃圾收拾起来，把碗筷、杯具收拾好，放到洗餐具的地方。天哪！当时我就在想啊，原来普通人也可以这样绅士，也可以这样的有风度。这种事儿，这种行为，在我过去的生活环境里，可能我说的是可能，在麦当劳或许能偶尔见到，在普通人的市井生活中，我连想都不敢想。甚至更惊到我的是啥呢？还有人把自己用过的碗筷清洗干净，整齐的放在那里。哎呀，我当时我眼睛就直了，我大眼瞪小眼儿，伸着个脖子就在那儿看。我老伴儿呢还以为我是在看美女呢，就问我：“你看啥呢？”我小声说：“你看，你看，刚才吃饭的客人在洗自己用过的碗呢。”我老伴儿也扭过头来看，一边看一边说：“哎呀，这边人真好。”说实话，看到普通人的人性如此美好的一面，在现实生活中我没见过在电视电影里也从来没见过一次。当时我突然一个念头就出来了，如果我是一个文学家如果让我去描绘伊甸园伊甸园里人性的美好，我会不会
就把这段情景写进去呢？当然啊，这些都是我当时内心的感受，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有些人呢可能会说，有的店面已经写清楚了啊，这是自助式清理个人餐具的店面。的确啊，是有写的，也有不写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管写与不写，大家都能做到啊。这和某些地区相比，他们人为的就会宣扬啊，花钱了就是上帝，有钱的就是大爷，我花钱我就是买服务的。和这些心态相比，这完全就是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过去受电视、电影啊，现在受某音、某手的影响，我一直认为，绅士、风度啊，就是西装革履、摆摆造型、说点酷话的人。现在我是活明白了，原来真正的绅士风度，就是我眼前的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善良、守规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啊！惭愧是惭愧啊，活了60年，来台湾仅仅是吃了12天饭，就把我给教育了。在此，我只能说一声，谢谢你们，台湾人。为人师者，不一定是学历和知识面，更重要的是人性的贵贱。感恩你们。大陆村姑第一次游台湾，说说真实感受。大家好，我是德源社长。台湾曾经出现过在我的课本里，出现在新闻里，出现在电视剧情里，唯独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没想到在有生之年，我还能有机会去真实的感受它，去体验它。我在台湾旅游了10多天，是完全的自由行。为什么我会选择自由行呢？因为在我出发之前呀，我已经感受到了台湾的热情。我当时只是随手发了一个帖子，没想到啊，上千的台湾人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哪里有好玩的、好吃的，啊，天气温度怎么样，要带什么样的衣服，甚至他们踩过的坑也坦诚的和我分享。还有不少人在下面留言说，千万不要忘了抽金福气，祝福你中5000大奖。天哪，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台湾人的热情。从字里行间呀，你都能感觉每一个留言都是真心的对你好。说句实话啊，单纯从留言发帖以及台湾人回复这一块来说，我看自媒体也有几年了，我没想到一个简单的提问就能得到这么多的人发自内心的帮助我。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做人的淳朴和善良，也是我第一次觉醒什么叫淳朴和善良，什么叫冷漠和无情。所以啊，我毅然的决定踏上台湾之行，去感受这块给我带来了人性温暖的神奇土地。我的旅游行程啊，从桃园到台北啊，在台北玩了几天之后，然后乘坐台铁普悠玛南下到花莲，又继续南下到最南端垦丁，然后上行到高雄，最后返回桃园，几乎绕着台湾岛跑了一个圈。虽然我现在已经回到了泰国，但是台湾之行真的是让我开了眼界，长了很多的见识，甚至可以说啊，影响我人生以后的思考、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生活
待人接物的细节等等的方方面面。那下面呢，我再说2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我在垦丁等公车去台湾最南端那个叫鹅銮鼻公园，大概是等了有半个小时啊。从马路对面走过来一个姊妹，她一进来就笑着说啊，她注意到我们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了。这条线路它发车的间隔时间比较久啊，外面风大，比较冷。她说对面有一家全家便利店啊，还用手给我指了指那个方向。2楼呢有可以免费休息的地方，可以去那里等，等车子快到了再下来。说实话，这件事情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这个姊妹说她是在对面开餐馆，我朝对面看了一眼啊，她店里这时候并没有什么客人。我当时就想，也许她只是刚刚开始营业。那做餐饮的大家都知道，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忙。但是令我吃惊的是，她心里想的不是啊，我今天会有多少客人，我能赚多少钱，而是在关注着可以说和他毫不相干的事情，关心的是一个陌生人的冷暖，而且还能放下手头的工作啊，穿过马路，亲自走到对面来告诉我。我心里啊，当时除了感谢就是感动。台湾人真的是太好了，这种事情啊，至少在我以往的人生经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也不敢去奢望。原来人真的可以，就是发自内心的、纯粹的，就是去关心别人，不掺杂任何利益的念头。这让我回想起来呀，我曾经生活的地方，在20年以前没有手机版地图，就是你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只能是问路，可是得到的要么是冷漠的啊，不知道，要么就是敷衍的给你指一个错误的方向。这让初出校门单纯的我是大受打击，变得更加不敢和人去接触。所以以前我的性格是非常内向自卑的。现在还记得有一年中午啊，是从中午的时候啊，我很清楚，我当时从火车站出来，准备坐汽车回家，不知道怎么走啊，不知道汽车站在哪里。这个时候一辆出租车司机他说带我去，我就很单纯的认为哇，我今天好幸运啊，遇到了好人。结果上车之后啊，是在市区绕了80多块钱的路费。当时那可是我在学校1周的生活费。然后看着这个计价表还在飞快的跳，我当时心里害怕极了。我担心再继续下去啊，我兜里的钱根本就不够。然后还是看不到汽车站在哪里，我只能请求司机把我放在路边。那之后啊，我又拖着疲惫、沉重、无助的心情爬上了公交车，就这样啊绕了大半天，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我才到了汽车站。是后来我才知道啊，其实汽车站就在火车站的斜对面。我知道之后，心里真的是非常的痛恨他们。为什么他们那么的邪恶和丑陋？现在回想起来啊，我曾经遇到的人和事情，和这位善良的姊妹一比呀，那就是魔鬼和天使的区别。刹那间，让我明白了，所谓天堂和地狱，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就在人的起心动念之间，在人的一言一行之中。感谢台湾啊，让我体会了人性的善良、博爱和奉献，也让我知道了自己以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件令我震撼的事情是就是我在台湾很多的公共厕所，不是一个，我都看到了，就是在厕所打扫卫生的阿姨脸上的那种舒展、自信、幸福的笑容。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去看她，她都会给你点头微笑，还热心肠的给我指引哪里有空位。这件事情也许生活在台湾的人已经习惯了，认为这不是很正常吗？甚至会有人也可能会认为我是小题大做，我也能理解您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能和我感同身受。可以说，这是颠覆我40多年人生观的一件小事也可以说它是大事。不好意思很抱歉，因为我从小接触的教育就是人分3、6、9等，木分松柏杨柳。我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也是，不管是农民工、清洁工、送外卖的，永远都是那种卑躬屈膝、点头哈腰。就你在他们身上你能感觉到的只有自卑、疲惫、无奈，甚至还有抱怨。那如果你和他不是有业务上的往来迫不得已需要和人去交流，他们永远都是低头走路低着头走路，和人躲得远远的。那我一直在思考为啥我在台湾看到的做同样工作的人怎么状态完全不一样？我能感受到台湾阿姨是发自内心的笑，这种笑里边不仅有她对他人的礼貌，更有她对自己生活的自信、幸福感在里边。就是在她身上能看到光。我思来想去我自己个人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答案，她一定是接受了光。这种光是社会给她的，家人给她的，从她身边经过的每一个人给她的。每个人都没有歧视这个职业，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可它的价值，所以她有了光。然后他会把这个光传递给他看到的每一个人。这是我自己想的也可能我说的不对。那你们认为我这样的想法合理吗？欢迎台湾的朋友给我解惑，我会认真的聆听每一个人的宝贵意见。这又是我第一次觉醒了，原来人真的可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职业真的可以不分3、6、9等，人人都可以平等每个人只是工作分工不同而已。以前呢，我是理解不了的，我只是一个大陆的村姑，老土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台湾之行让我明白了，一个人他的幸福快乐人生状态，是他内心的博爱、善良、感恩、奉献换来的。而我曾经的苦难，也确实配得上我那愚蠢的认知。感恩台湾之行，感恩台湾人给我的这种感受和体验。我也明白了我自己以后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感恩你们，你们是救赎我的人。感恩。